万古第一崖，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欢迎您的到来。没想到刚穿越过来就昏迷了3年。按照剧情，绝世功法就在崖底等我。今天就是我江衡崛起的第1天。什么鬼啊！各位道友请看，3年前的修真界还是一片无序蛮荒。然而此人出临此界首日，仅用1夜便说服第1大派掌门玄清真人转型，将门派业务改为灵根检测连锁经营。3年整顿，所有秘境已统一规范化运营。万古第一崖，欢迎您的到来。我去！这位客人，把费用结一下。不是，你有病吧？谁家悬崖底下装蹦床的？玩完了就下来吧，别耽误后面的人体验。记住观光，悬崖速降，崖底寻宝。你把上古圣地改成这玩意儿！道友，说话注意点，我们合规经营，有执照的。执照？你凭什么？凭我3年前就办了全套手续。再说了，这叫拉动内需，为广大基层修士提供就业岗位，你懂个蛋啊！我不管，这里是上古剑仙埋骨之地，可是藏着绝世功法的。哦，功法啊，喏，万古剑仙诀入门指南，20块下品零食1本。扫码购课，300零食包教包会，前10名还送配套飞剑模型。坑爹呢你！顶级功法你就这么卖，还卖20零食？诸位道友，这等机缘岂能被奸商独占？你这人有毛病吧？花零食就能学功法，安全有保障，谁没事跟你去找死啊？就是，导师人帅生甜，讲的可细了，嫌贵别买啊！拿下。道友，悬崖探秘极限运动套餐合计100下品零食，刷卡还是付现？逃票按规定的话，需要移交本地执法队哦。道友，想强闯可不是文明的行为哦。我怎么了？这就晕了？什么心理素质啊？抬走吧。喂，玄清老头，通知所有项目点，天命之子出现了，启动1级预案。对，就是刚才那个跳崖的。老子可是穿了8000个修仙世界，第1天就成功说服玄清老头去搞灵根检测连锁，还拿捏不了你这个世界的天命之子了。小同志，让我们一起愉快的玩耍吧！混蛋，一群精神病居然敢针对我，我可是穿越者呀，剧情不应该是我狠狠的教训他们吗？忍了，按照剧情发展，这枚戒指一定要拿到。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一件特殊拍品。来了，各位来宾，欢迎参加天宝拍卖行上市发布会。本次拍卖会是我们修真界联合投资集团向全天下展示商业模式和未来潜力的舞台。我们的目标是整合资源，打通上样游产业链，实现从人才培养到资源变现的商业闭环。黑铁戒指，但玄长老，为了纪念集团的创立，这枚见证了我们商业模式从0到1的戒指，将作为集团的创始信物，永久封存，永不售卖。不，那戒指是我的。这位道友，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如各位所见，这枚戒指的所有权归本集团所有。我不管什么证书，我今天一定要拿到它！醒了，老爷爷醒了，他一定会帮我的。欢迎使用万事通在线咨询服务，编号007丹玄长老，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需要1000年修炼经验分享、1对1功法指导，还是炼丹瓶颈突破服务？首次体验可享8折优惠哦。
忘了告诉大家，为了给我们的高端客户提供增值服务，本集团与数十位像丹玄长老这样的上古残魂大能签订了独家劳务合同，他们将作为我们的高级顾问，为付费客户提供咨询服务，按时长分成，年底还有分红。我的随身老爷爷成打工仔了，并且为了适应广大修士的喜好，我们还可以根据您的要求，将丹玄长老的外表换成您期望的外表，冷酷师姐、霸道师哥、傲山小师弟，甚至还有异种风情的特色面孔。想要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师傅。自从引入了这种商业模式，修真界 GDP 连续3年增长超过300%，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这就是进步。而总有那么一些人，思想僵化，不图进取，妄图通过不劳而获的奇遇来一步登天。这种人就是阻碍我们时代进步的顽固分子，是历史的绊脚石。奇遇没了，外挂老爷子也被那个狗男人洗脑了，只能靠自己了。炼丹，我还有炼丹天赋，只要炼出突破丹药，按照原主记忆，龙血草由一头实力堪比金丹后期的强大妖兽三眼魔狼守护。既然天不助我，我便自己杀出一条血路。龙血草必须拿到。道友，你因企图盗窃私人财产以及意图伤害国家2级濒危保护神兽，被处以500下品灵石的罚款，请在7日内缴清。私人财产，濒危保护神兽。大哥，有没有搞错啊？就他，还保护神兽？他再长大点，一巴掌都能把我拍死了。这他妈应该保护谁啊？怎么回事啊，老王？董事长，来了一个想偷龙血草的愣头青。又是你啊，道友！这片自然保护区已经被我们集团承包了，这里所有的天材地宝、妖兽可都是登记在册，享受编制待遇的。你想要龙血草是吧？不用这么拼命。看，我们集团旗下的线上商城灵芝宝 APP， 龙血草正好在做活动，9981一株，还包邮。新用户注册支持分期付款，最高12期免息。修仙者的风骨呢？炼丹师的尊严呢？都被你们糟蹋了！风骨能当饭吃吗？尊严能让你筑基吗？跟我来。苏婉晴，下个季度的 KPI 报告，明天早上记得放我桌上哦。利润增茶点还得再优化一下。没问题，小姐。按照剧情发展，他不应该是被反派少主强行掳走，最后关键时刻我出现来救他，成为打脸反派的重要剧情节点吗？可现在，他居然在讲 KPI。天塌了！哎，痴情的人啊，请再等一试吧。走吧，孩子，这地儿不适合你。听说了吗？今年招聘名额只有300个，报名来了3万多。这年头，灵根好不入路子队。我师兄去年就是靠一门技能进的集团，现在连门派长老见了他都客客气气的。我灵根才地级，只敢报个行政助理试试，也不知道他们看不看得上。别怕，听我师兄说，只要符合岗位要求，灵根不是最重要的。自从张三董事长来了之后，修真界跟以前真不一样。别聊了，测试快开始了。奇遇没了，老爷爷没了，连苏婉晴都在讲 KPI，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宗门大选，声名鹊起的第一步。灵根测试开始。平庸，下一个。普通，通过。劣质，下去吧。良品，后场。下一个，江衡。天生道体，特招，必须特招！这人我要了，他就是亲传弟子。资质不错，但是缺乏团队协作经验、项目管理知识及市场风险意识。建议兼其基层实习生制做起，观察期3个月。S 加天赋，实习这种天才，不该直接当亲传弟子吗？好了，开始下一轮考核吧。混蛋！这个家伙是曾经羞辱过我的一个世家少主，渣仔我一定会一雪前耻的。愣着干什么？开始吧。模拟经营，小型零实况，限时1个时辰，利润率最高者胜。什么鬼？赵景明，利润率300%。江衡，时代变了，天赋好有什么用？你连一份财务报表都看不懂。不公，这不公平！我要进行生死对决，这才是修士证明自己的方式。集团内部严禁任何形式的私斗、约架及恶意竞争，这是写入员工手册第1条的铁律，违反者一律开除，并列入全行业征信黑名单，永不录用。没有我，我灵根才普通，但我精通 PPT 制作，居然把我录取了。我也是，但是我持有注册会计单身资格证，我也考上了。天生道体被淘汰了。这是天道，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意志，它在为我鸣不平。他要制裁这个扭曲世界。天道亲自下场了。检测到高强度雷电能量，自动防雷储能阵法已启动，能量转化率99.8%。今日集团总部及家属区用电全部免费。不是，连天雷都劈不动。谢了啊，天道，又省了一笔。上古法宝，
难道天道还没放弃？他还在帮我？道友，请把你非法侵占的无主资产上交一下。什么？根据修真界无主法宝上交管理条例，所有在公共区域发现的无法证明来源的法宝，必须上交登记，否则按非法侵占罪论处。这是我自己挖出来的。公共路面以下3蠢属于公共区域，请配合。发现时间：今日5时3刻。发现地点：天宝城东街中段。器物类型：青铜鼎。年代待鉴定。感谢配合。3天后可到新落成的市级博物馆查看鉴定结果。没一个当人的。行，你们牛逼。灵气潮汐，这是天道在强行拔高我的修为。怎么回事？灵气感觉被吸走了。灵气突然这么足，快看公告！集团发了消息，灵气爆发，本月使用费全线打5折。修为只长了一点点，才吸收了比正常修炼多一点的量，剩下的全被吸走了。这场热闹，终究与我无关。雷劫，天道难道想让我在恐怖的雷劫中淬炼到底，一步登天，成为万古第一金丹？真是不懂节约能源。金丹就这么成了，这雷劫一点不疼，甚至还有点舒服。别怕，雷停了。别急，我先到的。我买300块，300，每人限购10块，排好队。我要10块，别排队，先到这儿。我的雷劫机遇全都被吸收转化成能量块，便宜他们了。3分钟售罄。天道给那天命之子投了这么大一笔，全变成我的爆款产品了。我要10块，别插队，钱在这儿。天道亏本了。雷劫不管用，还被做成充电宝了。之前的法宝也被没收，催生的灵气潮汐还被分走了。嘿，人类最弱的地方是感情。瑶光圣女外出历练，妖兽偷袭，精准掉进她怀里，这就是英雄救美。这回总该成了吧？嘿嘿，嘿嘿。
放开我！喂，是天庭救援 VIP 客服吗？我的坐标是东域无名山谷西侧入口，对我遇到了意外，需要紧急医疗和法律援助。肩部外伤，轻度经脉受损。走，抬走。回去告诉法务部，这次意外疑似人为干预导致的工伤，准备取证。我要起诉，要求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收到，仙子。要不要这么逆天啊？工伤？大管这个叫工伤？不对，我要给他们下同心咒。只要同心咒下去，两人便会命运相连，产生无法抗拒的爱意，至死不渝。这回不能出岔子了。这感觉有问题。唉，同心咒成了。哼，这回看你还能怎么办？感情的事儿总不能有变动吧？恋爱关系中不可能力因素下的权责界定与非法绑定关系解除协议，一式3份，请过目。第一条，双方在被同心咒影响期间所做出的任何亲密行为和财产赠与均视为无效。第二条，双方应共同抵制咒力影响，保持理智并互相监督。第3条，双方应组成受害者联盟，共同聘请律师团队，根据天道侵犯个人婚姻自由权、强行制造情感纠纷的行为，向修真界跨位面仲裁法庭提起诉讼。第4条，诉讼所得赔偿按28分成，律师团队拿2，两位受害者拿8。还是不要对爱情有幻想啊！这是我连夜做的关于向天道进行索赔的可行性分析及初步合作方案，你看一下。我认为我们的核心诉求是精神损害赔偿，这块的议价空间最高。同心咒给我绑了个合伙人过来。合同，同心咒绑的两个人在谈分成。情节为什么会变成商业合作？法宝被收进博物馆了，灵气被分给了所有人。就连雷劫都被做成畅销品，最后的情节还谈成生意了。什么都不管用，什么都不管用。既然这样，我还有最后一招。给我撕开！只要世界面临毁灭，天选之子总该崛起了吧？做救世者，就应该是他的路。
这个世界都将化为我等的食粮，毁灭降临了！末日来了！不行，我一定要拯救这片天地。你是什么人？喂，是魔王先生吗？你好，我叫张三。蝼蚁，你不怕死吗？怕，当然怕，但我更怕没钱赚。你在戏弄我？不，我没有任何戏弄你的意思。我只是想从商业角度和你探讨一下，入侵一个世界成本高、风险大、收益极不稳定。你有没有兴趣聊聊更高效的业务模式？高效？什么高效？第一，假想敌外包，天魔作为陪练资源，派遣至各修真世界。假想敌外包？对，你们不用真的毁灭世界，只需要演出毁灭的样子。客户想要多大动静，你们就演多大动静，安全、可控、可重复、可持续。第二，清洁能源合作。魔气本身其实就是高浓度能量。魔气、高浓度能量？你们身上溢出的那些魔气，对你们来说是废气，对我们来说是能源。第三，旅游文化开发。联合推出天魔世界一日游项目，你出资源，我出技术，利润5-5分，你们什么都不用做，躺着收钱。第三，旅游文化开发，联合推出天魔世界一日游项目，你出资源，我出技术，利润5-5分，你们什么都不用做，躺着收钱。只要你愿意，我们集团可以为天魔族群的产业化转型提供第一笔启动资金，员工宿舍、5险1金、工作餐全包。什么情况？他们在撤兵了。这就撤兵了？我都准备为国捐躯了。不是，天魔大军从入侵这怎么变成了排队登记的劳务班采员工？域外天魔可是终极危机啊！救世主不应该是江衡吗？世界毁灭可是剧情高潮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终极危机也没了。他凭什么？我要当面问他，问清楚。擦擦脸。我没哭。那擦擦灰。张三，你以为你赢了？你那些商业模式，那些知识，全都是我安排的。你是我选中的鲶鱼，用来刺激江衡那条真龙成长。你搞的一切都是我设的高级副本。等江衡真正成长起来，你的使命就完成了。到时候你就会被剧情杀，这是你的宿命，你无法反抗。你的逻辑从一开始就错了，你不是选中了我，是我的灵魂频率恰好与你这个世界的后台管理代码产生了共鸣。
换句话说，我无意中拿到了管理员权限。你也不是什么主宰，你只是一个需要被优化、充满了冗余代码和逻辑漏洞的老旧的操作系统。报告里详细列举了你为了让江衡强行逆袭，制造了多少不合逻辑的巧合。为什么偏偏那个悬崖下有功法？因为你在3年前提前埋好了一个坐标锚点，确保江衡跳下去一定会落在那个奇遇触发点上。为什么偏偏那个戒指里有老爷爷？因为你提前把丹玄长老封印在那枚戒指里，只等江衡出现在拍卖会上，等他自己拍到他。为什么偏偏那个仙子会掉进江衡怀里？因为你精确计算了他坠落轨迹上的每一个变量，包括风向、风力、妖兽的扑击角度，江衡当时的行走速度，全部提前编程好，只等时间一到自动触发。这些剧情需要在世界底层规则上都留下了清晰可见的漏洞和后门，而我所有的商业模式就是建立在这些漏洞和后门的基础之上的。你为了捧红一个江衡，不惜亲自下场改剧本、锁 CP、强行喂资源，结果导致整个世界的运营都出现了问题，处处是 bug。悬崖本来平平无奇，你把它改成了固定的奇遇点；戒指本该是普通拍品，你把它改成了定向包裹；仙子本该有它自己的命运线，你把它改成了剧情催化器。而我只是个利用 bug， 顺便把整个基地盘活了的程序员而已。那，所以，你想表达什么？我的意思是，你只是一个老旧的、写满了 bug， 需要被重构的操作系统。还有话要说？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我可以直接把你从这个世界彻底抹除，让世界重新回到原来的模样。只要我动一下，你建立的这些商业模式、集团、那些手续、那些员工，你所有的一切都将消失。哦，那你动手吧。你不害怕？你动手之前，先看样东西。这是我制作的世界规则代码备份与开源计划。我已经把这个世界全部的底层规则，包括提到的所有剧情和漏洞，完整的复制了下来，打包上传到了多元宇宙开源社区的服务器上。如果我被抹杀，
这份源代码会立刻公之于众。到时候，这个世界的坐标、所有机缘的所在地、所有规则的漏洞，全部会成为公开信息。你猜，到时候会有多少像我一样的穿越者，或者比天魔更贪婪暴虐的位面掠夺者，因此闻讯而来？到那时，这个世界将不再是你私有的后花园，而是会变成一个谁都可以来薅羊毛的公共服务器。你还会失去唯一的、绝对的控制权。所以呢？你想说什么？我其实并不想和你变成对立面。我向你提一个方案：重组这个世界的布局。你继续做这个世界的董事长，拥有最终所有权和一票否决权。但你必须放弃日常的运营管理。我来当首席执行官，负责世界的具体经营，提升整个世界的总市值，包括但不限于灵气总量、生灵福祉以及宇宙影响力。我向你保证，我能给你带来的年度分红，绝对比你辛辛苦苦培养一个不确定性极高的天命之子要高得多，也更稳定得多。可以，我答应你。合作愉快，董事长。会议开始。第1届世界发展战略规划以及集团重组董事会现在召开。第1个议题：如何处理天命之子江衡？江衡身负天命，是主角模板。虽然前期发展不顺，但潜力巨大，可以作为应对未来危机的战略储备和保险。有道理。不是，这块怎么消不掉啊？我不同意你这个结论。我详细测算过你给江衡投入的每一项资源，回报率极低，风险极高。根据模型推演，单一英雄救世模式风险系数高达 98.7%。大家请看，悬崖埋功法消耗灵力约3万方，耗费的资源不计其数。戒指埋老爷爷需要提前设定好触发印记，确保江衡出现在拍卖会时恰好拍到那枚戒指。你亲手把丹玄长老封印在戒指里，等江衡跳完崖进来买行，恰好坐在那个位置，到时戒指亮出来，就等他举手拍下。还有这个雷劫提升修为的100倍参数调整，需修改底层规则代码，存在系统崩溃风险。同心咒绑定瑶青仙子，
干涉个人意志，法务部已经收到求助和投诉了。最后一个，天魔大军入侵，开裂缝控制魔兵，保证魔兵恰处在江衡面前停住，被其斩杀。综合来看，这是一次失败的天使投资。你刚才说他一个人拿了多少资源？3万盘发灵力起步，数年布局，底层规则修改多处。那我们魔族入侵世界的打法好像也是这个逻辑，主将一倒，全军溃散。对，赌一个人风险太大。讲到哪儿了？张三 CEO 在测算江衡的投入产出率。一个人用了这么多资源，还没成果。我提议用全民修仙、科技强界、共同富裕的新模式来代替落后的英雄主义模式。新模式的风险系数低于 0.1%。把一个世界的命运赌在一个人身上，和把整个世界的收益分摊给所有人，哪边更稳？不需要我说了吧？你那个新模式能解决我们天魔的就业问题吗？我是说不入侵也能有零食拿的那种。能，劳务拜访、能源合作、旅游开发都在方案里。那我支持你。所以我的族群里那些小家伙也能分到灵草和修炼资源？能，只要符合岗位要求和考核标准。那确实比只喂饱一个天命儿要靠谱。同意。董事长，投票吧。投票吧。同意 CEO 方案。同意。同意。那好吧，投票通过。天命之子认证取消。什么东西？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难不成最近熬夜熬的有后遗症了？那今天的议题，会议先到这儿。下次最好把跨位面劳务篇细则也列上议程。行，留着下次。我去处理一件事。看看吧，不亏。为什么一个健康的、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系统不需要不可控的英雄？他只需要无数个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的螺丝钉。尽职尽责的螺丝钉，有意思。在很久以前，有一种说法叫天命之子。据说这个世界会选中一个人，让他背负所有气运和劫难，成为唯一的救世主。那这个人后来呢？后来他站在这里，给你们讲那些天命之子的故事。下一件展品，修真界联合投资集团创始信物。传说这枚戒指里曾经封着一位上古残魂，是早期人才培养外包模式的重要案例。董事长，关于并购3号平行宇宙的方案，董事会已经全票通过。天道那边也批了跨位面 IPO 的申请，预计下个月就能在多元宇宙交易所敲牌上市。得，这还得开拓新市场呢。
你下次可以先敲门。敲了，你没听见？这是什么？问题，你看看就知道了。立项评估、审批、公示，流程是完整的。流程完整，但我的人不知道流程。他们不认识字，也不知道去哪儿查。矿被圈走了，去拦人家说手续齐全，他们只能回来找我。动工前都要公示期的，15天，挂在集团官网妖兽专区，你们没注意吗？谁没事天天上你们官网看新闻啊？你是妖兽代表，妖兽专区的公告你就该看。我上个月在东边开会，没空看。所以啊，因为你没看，现在出了问题，还得我帮你解决。妖兽界现在有灵力网络覆盖吗？我是说，投影终端。有几块区域有，西边那块还没有。那这样，以后所有涉及妖兽领地范围的项目，批完之后直接推送到你的终端上，你收到之后往下传达。直接推给我？对，不需要你主动去看，公告自己来找你。你早就知道会出这种事，是不是？我不知道具体哪件事，但我知道会出事情。妖兽界和人族的办事方式不一样，你在中间夹着，信息肯定会有漏的。那你为什么不早做？你之前又没来找我，你不开口，我怎么知道你缺什么？你这人说话真烦。你什么时候写的？你来找我前写的。你刚才不是才知道我那边网络不够吗？但我知道妖兽界迟早会出信息不通的问题，所以方案我先写了。行，我带回去看。但是这个网络的钱不能从我妖兽的预算里扣，从集团公共预算里出。张三，你这人做事怎么总能比我快一步？因为我投胎了8000多次。啊！戏精！阿言，那矿场之前是你们族的领地？是。长老说，以前那灵气族是我们族群的冬眠地，后来被人族划走了。划走的时候，有人跟你们说过吗？没有。是最懂事，您怎么来了？路过，看看。矿出的怎么样？这个月产量不错，比上个月高了12%。那妖兽这边的分成是按季度结算的吧？对，按协议走。协议你们看了，妖兽那边的人看过吗？什么？我是说，你们在这边挖矿，妖兽那边的人知不知道？他们在分什么？分多少？下次来的时候带一份矿区地图，矿脉边界在哪儿，开采范围多大，妖兽领地边界在哪儿，全标清楚。然后给当地妖兽族里送一份备案，
是赤飞董事，赤崔大人，他们会听吗？他们必须听。阿言，回去之后你们组里帮我做件事，把领地范围内所有被划走的地块都列出来，越细越好。是。你又没敲门？没敲吗？是你没听到吧？这是什么？我今天去矿场看了，矿挖得很热闹，但当地妖兽族没人知道矿场边界在哪儿。这块地，阿言他们族群以前用来冬眠，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没了。这是矿场现在实际开采的边界，这是他们族地东侧的原始边界，中间确实有一块重叠。所以他们开采的范围确实占了族群领地。手续办的时候，边界勘测没做全，当时负责那块地的人图省事，直接沿用了一份旧地图。旧地图里，妖兽族的边界线少划了一块。你不是说流程完整吗？流程是完整的，但基础数据是错的。流程完整不等于结果正确。那你打算怎么补？明天我让人重新做边界勘测，出结果之后，给你一份备案，给当地妖兽族一份。矿场那边调整开采范围。多久能出结果？5天内。张三，以前这种事从来没人管，没有人会来重新勘测边界，没有人会去给妖兽族送备案。现在有人管了，所以我得学会配合。没事，慢慢来。对了，明天你那个边界勘测队能带一个妖兽一起吗？可以。谢了。你怎么来了？路过。你路过的够远的，从集团总部路过到我妖兽界。北边终端信号不太稳，上个月的报告里提过，我过来实地看看。那是山的问题，不是终端的问题。北边那座山挡信号，一到傍晚就断断续续的。那山能拆吗？那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睡过的地方。那算了。以前没人管这些，地没了就没了，不会有人来问这块地以前是谁的。现在有人管了。你那个跨位面的报告我看了，3号宇宙6个月的窗口期。你现在不走，到时候那边的主角走远了就不好办了。我知道，跨位面的团队已经在做前期评估了，穿梭方案也在走流程。你打算怎么进去？先做调研，那边和这边不一样，3号宇宙的本土势力还没有形成统一市场，进去早了容易被当成入侵者，进去晚了主角已经走完剧情线，插手的成本更高。那你这段时间干什么？先把妖兽界这边处理好，然后等着发展新世界就好了。你算的倒是清楚。算不清楚也当不了你的领导。行，那你忙你的，妖兽界这边我自己盯着，有事我找你，没事我也不耽误你。好。跨位面那边的前期评估做完了，3号宇宙的灵脉分布、势力格局、主线进度都摸清了，方案在走内部流程，下个月初应该能批下来。人员定了吗？定了5个，都有跨世界业务经验，2个跟过你之前的项目，剩下3个是从内部竞争上来的，业务能力达标，适应期应该不会太长。
方案批了就能动。3号宇宙那边先铺哪块？灵脉。3号宇宙的灵脉分布比较散，本土势力各自圈地，没有统一的开发体系，有的是家族式经营，小范围盘踞，不成气候；有的是散修，各自占一座山头，互不往来。评估报告建议先从灵脉整合入手，把资源端收拢了，再往下铺别的。资源端收拢之后呢？分2条线走。第一条线是建立跨世界的灵脉交易网络，把3号宇宙的灵脉资源和这边的市场需求对接过来。第一条线是等主角走到瓶颈期的时候，把业务线铺到他的世界里去，让他成为我们在3号宇宙的第一个合作方。让他成为合作方，这个方案是谁提的？评估团队集体讨论的结果。他们认为，与其绕过主角做事，不如把主角拉进来当接口。主角的优势是熟悉本土规则，而且身份特殊，他是穿越者，理解外来的东西这件事，用他来对接业务，比自己硬铺要快。主角呢？评估报告里提了没有？提了。3号宇宙的主角是个穿越者，通过一个叫万界轮盘的东西随机转生到那个世界的。他原本想转生成高阶生灵、金翅大鹏、九尾天狐之类的，结果运气不好，转变成了一条路边野狗。野狗？对，目前只是一条野狗。按照那边的世界线，他会以野狗身份遇到极渊之地的冰皇，本体是冰晶玄凤，然后结伴同行，最终双宿双飞。双宿双飞？原文是这么写的，爽文穿越加恋爱设定。那条野狗靠什么泡到冰皇的？报告没细写，只标注一行一句：主角性格坚韧，擅长逆袭，建议介入前确认双方关系状态，避免误触情感线，引发不可控变量。评估团队建议主角的情感线先不动，不管他是跟冰皇双宿双飞还是跟别的什么，等业务落地之后再视情况介入。他现在在哪儿？坐标稳定，在极渊之地外围的一条村道附近，日常活动范围固定，翻3个垃圾桶，追几只鸡，偶尔趴在路边晒太阳。报告里附了一张影像记录。挺好，主角还是一条野狗，不用急，先让他翻完这几个月的垃圾桶再说。评估报告里说，他走完前期大概需要8个月左右，正好卡在我们的窗口期里，不冲突。那这8个月团队做什么？方案走完流程，人员培训，跨世界调度方案提前走一遍，后勤保障我来盯。还有周3的推演会，专门留了一节讨论主角行为模式预判。野狗的思维逻辑和人不一样，和他对接业务的时候，沟通方式得重新设计。还有别的事吗？没了。行，那我就先走了。新世界的主角居然是一只野狗，真期待啊！